朋友們，今天咱們來聊一個能讓你脊背發涼又熱血沸騰的話題。如果一顆直徑2公里的彗星徑直撞向地球，人類文明會在瞬間灰飛煙滅嗎？可能有人會說，這只是科幻電影裡的情節，但我要告訴你，31年前，人類真真切切目睹了一場足以毀滅地球的宇宙災難，而拯救我們的，正是太陽系的巨無霸木星。大家有沒有想過，這個質量是地球318倍、體積是地球1300倍的氣態行星，為什麼會被稱為地球守護神？它的實力到底有多恐怖？咱們今天就順着時間線，揭開這場宇宙級守護的神秘面紗。首先，咱們得搞清楚一個關鍵問題：木星憑什麼能當守護神？答案很簡單，引力。作為太陽系8大行星中的大哥大，木星的質量占到了太陽系行星總質量的70%以上，它就像一個巨大的引力吸尘器，在地球軌道外側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引力屏障。可能有朋友會問，引力屏障真的能擋住小天體嗎？這可不是理論猜想。1994年的夏天，全人類都親眼見證了這一幕。故事要從1993年3月24日說起。美國天文學家蘇梅克夫婦和天文愛好者戴維·列維在觀測中發現了一顆特殊的彗星，後來它被命名為蘇梅克列維9號。當時誰也沒想到，這顆看似普通的彗星會在1年後上演太陽系最壯觀的宇宙撞車。科學家通過軌道計算發現，這顆彗星原本在太陽系外側穩定運行，100多年前開始向內側移動，太陽引力讓它的速度越來越快。可當它靠近木星時，悲劇發生了，它闖入了木星的洛希極限。這裡給大家科普一下，洛希極限是法國天文學家愛德華·洛希在1848年提出的理論，簡單說就是當小天體進入這個臨界距離，就會被大天體的潮汐力撕裂，再也無法保持完整形態。而蘇梅克列維9號正好踩中了這個死亡線，被木星強大的引力撕成了21塊碎片。科學家用 A 到 W 的字母給它們編號，其中 G 和 K 碎片的直徑超過1公里，密度卻只有 0.25 克每立方厘米，相當於一塊泡沫塑料的密度。更讓人揪心的是，這些碎片並沒有遠離，而是沿着一個極度橢圓的軌道繞木星公轉，離心率高達 0.9986， 軌道高度還在不斷下降。天文學家通過計算得出一個震撼的結論：1994年7月，這些碎片將陸續撞向木星。消息一出，全球天文學界都沸騰了，各國的地面望遠鏡、哈勃太空望遠鏡，還有當時正在飛往木星的伽利略號探測器，都做好了觀測準備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種心情，就像全世界的人都在圍觀一場宇宙級的煙花秀，但這場煙花的威力足以讓任何一顆類地行星灰飛煙滅。1994年7月16日晚上8點15分，歷史性的一刻到來了。第一塊碎片 A 以21萬公里每小時的速度撞向木星南半球，相當於每秒58公里，比子彈速度快上千倍。撞擊瞬間釋放的能量相當於2000億噸 TNT 當量產生的火球，直徑堪比地球，數百公里高的雨流直衝木星大氣層頂部。接下來的5天裡，平均每7-8個小時就有一塊碎片撞擊木星，整個過程持續了130多個小時。其中最震撼的是碎片 G 的撞擊，它釋放的能量高達 2.5 萬億噸 TNT 當量，相當於 1.25 億顆廣島原子彈同時爆炸，在木星表面留下了一個直徑3萬公里的暗斑，這個寬度能並排放下2個半地球。根據伽利略號、哈勃望遠鏡和地面觀測的綜合數據，這次彗木相撞的總能量相當於40萬億噸 TNT 當量，是廣島原子彈的20億倍，比地球上所有核武器的威力加起來還要大10倍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数萬攝氏度的超熱氣泡在木星大氣層中翻滾，数千公里高的雨流像噴泉一樣噴發，黑色的撞擊窗面在木星表面連成一串，持續數月才慢慢消散。當時全球有數十億人通過電視、廣播關注這場宇宙事件。當看到那些震撼的觀測圖像時，所有人都意識到，如果這21塊碎片撞向地球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海洋會蒸發，地殼會融化，大氣層會被剝離，地球上所有生命都將化為灰燼。而木星用自己的身軀替我們擋下了這場滅頂之災。可能有觀眾會問，這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吧？木星真的能保護地球幾十億年嗎？還真不是偶然。2025年12月發表在《科學進展》上的最新研究表明，木星對地球的守護早在太陽系誕生之初就開始了。科學家通過計算機模擬發現，太陽系形成於46億年前的原始星雲。早期的圓形星盤中，固體物質會因為氣體阻力不斷向太陽內遷，用不了幾千年就會墜入太陽，根本沒有時間形成地球這樣的類地行星。而木星的出現改變了一切，它在形成初期就迅速成長為質量是地球10至15倍的天體，強大的引力在圓形星盤中開闢出一道引力大壩，切斷了物質內遷的路徑，讓地球得以在穩定的環境中慢慢形成。更關鍵的是，隕石中的球粒隕石證據顯示，木星的引力屏障還隔離了內太陽系和外太陽系的物質，讓地球形成時獲得了恰到好處的化學成分，為生命誕生創造了條件。而且木星的守護工作從未停止。朱諾號探測器2016年進入木星軌道後，通過最新觀測發現，木星平均每500到1000年就會遭遇一次大型天體撞擊，而地球每幾百萬年才會遇到一次同等級別的威脅。這意味着木星就像一個任勞任怨的宇宙保鏢，把絕大多數危險都擋在了門外。2009年，澳大利亞天文學家就觀測到木星被一顆小行星撞擊，形成的暗斑直徑達8000公里。2019年，哈勃望遠鏡又捕捉到木星大氣層的撞擊痕跡。這些都是木星守護地球的直接證據。說到這裡，可能有細心的朋友會提出質疑：既然木星是守護神，那6500萬年前導致恐龍滅絕的小行星，為什麼還能撞到地球呢？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。這正是木星最有趣的地方，它既是守護神，也可能是麻煩製造者。最新的軌道模擬研究顯示，那顆直徑10公里的小行星來自小行星帶。而小行星帶正好在木星的引力控制範圍內。科學家通過超級計算機模擬發現，如果沒有木星的引力擾動，這顆小行星可能會一直在小行星帶穩定運行，根本不會偏離軌道撞向地球。更讓人意外的是，201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，當模擬中去掉木星後，地球被小天體撞擊的頻率反而下降了。因為木星的引力不僅會捕獲小天體，還會像一個攪局者，把原本穩定的小行星踢向內側軌道，其中一部分就可能朝着地球飛來。這是不是很矛盾？木星一邊替我們擋下彗星，一邊又可能把小行星推向地球。但恰恰是這種矛盾，造就了地球的生命奇蹟。如果6500萬年前那顆小行星沒有撞擊地球，恐龍就不會滅絕，哺乳動物就沒有崛起的機會，人類自然也不可能出現。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木星既是毀滅者，也是創造者。它用一種看似任性的方式，在幾十億年裡調節着地球的生命演化節奏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宇宙是不是特別奇妙？一顆行星的引力竟然能在幾十億年後影響一個智慧文明的誕生。可能還有觀眾會問，木星的引力屏障會不會有失效的一天？目前來看，我們完全不用擔心。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18倍，它的引力場在太陽系中僅次於太陽。只要它還在當前軌道運行，就會一直扮演引力盾牌的角色。而且根據朱諾號的最新觀測數據，木星的引力場比之前認為的更穩定，它對小行星帶的調控作用還在持續。不過科學家也發現，木星的軌道如果發生微小變化，就可能導致地球遭遇撞擊的風險大幅上升。但好在太陽系已經穩定運行了46億年，木星的軌道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，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探索宇宙，提升應對潛在風險的能力。回顧1994年的彗木相撞事件，那不僅僅是一次壯觀的宇宙奇觀，更是人類對宇宙規律的深刻認知。當我們通過望遠鏡看到木星表面那些巨大的撞擊暗斑時，我們感受到的不僅是震撼，還有幸運。幸運的是，太陽系中有這樣一顆守護神。幸運的是，
我們有機會見證這樣的宇宙奇蹟。更幸運的是，木星用它的實力告訴我們，地球在宇宙中並不孤單，我們有一個強大的後盾。說到這裡，我想問問大家，你覺得木星是絕對的守護神，還是亦正亦邪的宇宙玩家？如果有一天另一顆大型彗星朝着地球飛來，你相信木星還會再次保護我們嗎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其實不管答案是什麼，有一點是肯定的，木星的存在讓地球成為了太陽系中最特別的行星。它用強大的引力塑造了太陽系的格局，用一次次的撞擊守護着地球的安全，甚至用一場意外為人類的誕生鋪平了道路。31年前，我們親眼目睹了木星的實力。31年後的今天，隨着朱諾號、詹姆斯·韋伯望遠鏡等先進設備的探測，我們對木星的了解越來越深。從它如何幫助地球形成，到它如何捕獲小天體，再到它對太陽系演化的影響，每一個發現都讓我們驚嘆宇宙的神奇。而這也讓我們明白，地球在宇宙中是多麼珍貴，人類文明是多麼幸運。最後，我想對大家說，宇宙浩瀚無垠，還有無數的奧秘等待我們探索。木星的守護故事只是太陽系傳奇的冰山一角。未來，隨着航天技術的發展，我們或許能更近距離地觀測木星，甚至解開更多關於它的謎題。但無論如何，1994年那場彗木相撞的震撼場景將永遠銘刻在人類的記憶中。它不僅讓我們見證了守護神的實力，更讓我們懂得了珍惜地球、敬畏宇宙。熟悉我頻道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一直專注於制作宇宙主題的優質長影片，而且頻道更新速度很快。有朋友就問了，哪兒來的那麼多素材及靈感？幾乎是每天都在更新。實不相瞞，我一直有在用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， 戴個耳機就可以在通勤、走路、運動時候聽聽我喜歡的宇宙主題類內容。這個給我帶了很多靈感，有了靈感，設計主題，然後再搜集、整理、創作，最後展現給大家，對我及頻道幫助非常大。另外，個人感覺還有個特別的妙處，那就是睡覺前必須的聽一段，現在已經是不聽睡不着了，簡直是助眠神器。當然，這麼好的 APP， 我也想分享給訂閱我頻道的朋友，說不定對你有幫助。Himalaya 這個有聲書 APP， 它的優勢就是華語內容很豐富，天文地理、歷史名著什麼都有，而且都是正版授權，製作精良，特別是裡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質量十分高。剛好最近我也替支持我頻道的朋友們爭取到了專屬福利，14天 VIP 免費試用，一般用戶只有7天，這是只給訂閱我頻道朋友的特別禮遇。怎麼操作呢？現在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，你先用14天，如果覺得不合適，卸掉就是不會扣費。如果你覺得還不錯，你就充值繼續用。